想象一下，在一个有100多个学生的学校里，有一个体型最壮、拳头最硬的校霸，他带着几个小弟霸占了食堂，立下规矩：谁想在这里安稳吃午饭，就得交1-2块钱的保护费。大家为了息事宁人，乖乖交钱，食堂倒也算太平。但时间久了，校霸飘了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保护费涨到了3块5块，连自己的小弟都开始克扣，搞得天怒人怨，但没人敢吭声。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转校生，这哥们往食堂里一坐，校霸的小弟来收钱，他眼皮都不抬：“我刚来，凭什么给你钱？”校霸的小弟孤立他，辱骂他，转校生根本不搭理，继续低头吃自己的饭。这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其他一直被欺负的学生开始在私下里窃窃私语：“原来我们是可以拒绝的。”甚至连校霸的小弟都在心里犯嘀咕。校霸一看自己的无敌神话就要破产了，这还了得？于是他冲上去，狠狠地给了转校生一拳。转校生流着血爬起来，毫不犹豫地还了校霸一拳。虽然转校生被打得很惨，但在全校学生注视的那一瞬间，校霸不可战胜的幻觉彻底稀碎。因为校霸的权力根本不是来自他的拳头，而是来自没人敢挑战他的恐惧。小伙伴们，这个故事里的校霸就是美国，而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转校生就是伊朗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蒋教授 Professor 蒋学钦基于博弈论得出的惊天推演。这绝对不是一场打完就散伙的局部冲突，这是一场决定下一代人事格局、经济命脉，甚至国家存亡的生死棋局。蒋教授提出了3个如同上了膛的枪一样的致命问题，这3个问题将直接决定美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大败局的。咱们先看看第一个致命问题：美国会不会向伊朗派出地面部队，发动全面入侵？你可能会说，美国人不傻吧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了20年，砸了无数的钱，死了那么多人，然后灰溜溜的撤军，他们怎么可能再往泥沼里跳？没错，从表面上看，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打的只是一场空战，他们躲得远远的，用导弹、无人机、网络攻击进行现代版的围剿战。只要还在空战阶段，美国就还有一扇安全出口可以随时撤退，哪怕撤退会丢脸，但起码不是国家灾难。但是博弈论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：战争从来不讲常理，战争讲究的是升级逻辑。这里有一个极其可怕的词，叫任务如变 Mission Creep。 什么叫任务如变？当年美国打越南战争，一开始只派了几百个军事顾问，口口声声说我们不打仗，我们只帮忙。后来顾问需要保护，就派了几千个安保士兵。再后来，美国大兵遇袭身亡了，为了报复和保护，又派了更多的军队。等大家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有超过50万美国年轻士兵在越南的原始森林里打了快20年。这叫任务如变。没有人一开始就打算梭哈，但每一次看似合理的小决定，都在把你往深渊里拖。现在这个剧本套到伊朗身上，一开始是安全的空战，可是万一空袭偏了呢？万一伊朗反击炸死了美军基地的士兵了呢？万一空战达不到战略目的，必须派特种部队进入执行小任务呢？进去了出不来，就得派2000人去救，接着是5000人、1万人。小伙伴们，伊朗可不是阿富汗，它是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、地形极其复杂的国家。在那里面打地面战，难度相当于把伊拉克和阿富汗加起来再翻倍。军事专家估计，这至少需要打5到10年，需要进行自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。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美国为了支撑这场战争，将不得不恢复全面征兵制。到时候，那些刚满18岁，连伊朗在地图上是哪儿都找不到的美国小伙子，会被强行套上军装，送到异国他乡去当炮灰。所以，蒋教授的博弈论预测非常无情。
是的，美国最终一定会派出地面部队，不是因为他们想打，而是因为升级的阶梯一旦踩上去就退不下来了。当你的面子挂不住，当你的盟友看着你，当退缩的政治代价大于前进的代价时，你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跳。再加上咱们之前提到的那个绝望的防空数字题，伊朗用几万美金的破无人机去消耗美国几百万美金的拦截导弹，甚至还能去炸毁中东大金主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，断了他们的命脉。在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美国和盟友耗破产的情况下，美国除了被迫亲自下场肉搏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悬疑点：如果常规打仗赢不了，以色列会不会狗急跳墙，动用核武器？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以色列现在打得很不顺，拿不到决定性的胜利，真主也没崩溃，他们会不会为了赢掏出最后的底牌？毕竟带枪的人总能打赢拿刀的人，对吧？但是蒋教授非常肯定地给出了预测，绝对不会，100%不会。为什么？这里我们要教大家博弈论里的最核心、最值钱的一条定律，请大家一定死死记住：控制力永远比破坏力更重要。Contro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dominance。什么意思呢？拥有最大的武器并不等于你赢了。如果用了这个武器会毁灭掉你自己的根基，那这就是战略自杀。大家想一想啊，自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2颗原子弹后，这80年来，无论冷战多激烈，谁都不敢碰这个禁忌。为什么？因为核武器是一把大铁锤，而战争往往需要的是手术刀。如果以色列扔了核弹，他所有的盟友关系会瞬间崩盘。美国绝对不敢公开支持一个核武器侵略者，欧洲会立刻切断所有外交保护，整个国际社会的怒火将全部对准以色列。最关键的是，一旦动了核武，你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。你打出了最后一张牌，整个世界都会与你为敌。能打赢战争的从来不是靠愤怒砸场子，而是校准 collaboration。 就像街头打架，你可能用墙砖把人拍晕了，证明你很强，但你紧接着就要去坐10年牢，你失去了一切，这叫赢吗？所以不管局势多难看，核武器这个禁忌绝对不会被打破。好，如果说地面战争会拖垮美国，核武器又不能用，那到底是什么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？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3个，也是最让人无解的终极问题：阿克萨清真寺。阿克萨清真寺会被摧毁吗？这已经不是军事问题了，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灵性问题、宗教问题。在耶路撒冷的中心，坐着伊斯兰教的第3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。对全球20亿穆斯林来说，这里是先知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，是信仰的绝对红线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但复杂的是，就在犹太教的信仰里，这座清真寺正下方恰好就是古代犹太教圣典的遗址。几千年来，虔诚的犹太人一直梦想着能在原址上重建第3圣殿，这被视为命运的召唤和神的承诺。如今，以色列国内有一些极端宗教团体，他们不仅仅是祈祷，而是正在积极策划重建第3圣殿。而重建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把上面的阿克萨清真寺彻底拆毁。这些极端分子现在不仅进入了政府，还掌握着军事权力。至于博弈论的推演，蒋教授说出了一个让人窒息的结论：是的，阿克萨清真寺将会遭到攻击。大家深吸一口气，想一想这会带来什么后果？一旦清真寺被毁，这就不是一次政治危机，而是一场人类文明的大地震。从印尼到摩洛哥，从巴基斯坦到伦敦的街头，全球20亿穆斯林将不再是出于政治目的，而是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义务，被迫站出来反击。这绝对不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抗议游行那么简单，这将引发一场现代世界从未见过的全球大动员。
你可以和政客谈判，也可以和将军讲道理，但你永远无法和一个坚信神在指引我行动的人去谈判。这就是推倒整个全球秩序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。好，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，为什么说这场局牌里美国必定大败？回到我们开头那个校霸和转校生的故事啊，伊朗就是那个冷静克制的新学生，他们拒绝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玩游戏，他们在默默承受打击的同时，死保持着自己的冷静。他们不出重拳，而是任由那个霸道的美国失去理智，过度反应，暴露自己的软肋。伊朗用极其廉价的无人机掏空美国的国防预算，瞄准海湾国家的命脉，摧毁美国股市的石油美元根基。他们用战略上的耐心看着美国一步步踩进任务如变的泥沼，被迫在不久的将来派出地面部队重启征兵，而以色列那边的极端行动很可能点燃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复仇怒火，彻底埋葬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布局。美国空有无敌的武力、昂贵的军火，却正被巧妙地逼入一个每走一步都在削弱自己的绝境中。这一次再次印证了那句至理名言 ：“Control beats dominance every single time。”正如老子里说的：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”真正的控制就像水一样，看似柔弱无形，却能通过渗透、环绕、适应来掌控局面；而强横的霸权就像坚硬的冰块或枯枝，虽然强力，但容易折断。又如我们常说的“四两拔千斤”， dominance 通常靠的是绝对力量的斩压，而 control 靠的是对支点、时机和重心的掌控。这正是用极小的代价去控制巨大的力量。小伙伴们，这些不是已经尘埃落定的历史，而是此刻正在发生并即将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轨迹的惊天巨变。如果这3个预言全部应验，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会在一夜之间彻底崩塌。决定世界未来的从来不是谁的拳头大，而是谁更懂得布局和博弈。如果今天的思考让你对目前的战争形势了解的更多，请一定要点赞、订阅，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关注我，别只看表面新闻的热闹，跟 Jenny 一起看透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。我们下期继续为大家深挖棋局的下一步。